创会114年，拥有1.2万会员的香港律师会周二迎来新任会长陈泽明。上周，香港律师会刚结束理事会的改选，专业派5名参选人全取所有席位，所谓开明派则完败，守住了该组织的专业属性。观察指，在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下，香港的法律专业在内地金融发展、资产管理、仲裁工作都有不少新机遇。在中央全力支持下，香港法律业界只要秉持专业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抓紧大湾区机遇，定必会有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。香港律师会周二召开理事会，选出新会长及副会长。现任副会长陈泽明接替破纪录连任3届的彭运熙当选为新一任会长，李亚明、汤文龙、于国坚当选副会長。陳澤明在當選後表示，香港律師會將保持政治中立。我哋一定要秉持香港律師會嘅專業精神，保持政治中立，不偏不倚地就社會議題從法律角度發聲，呢個係我哋律師責無旁貸嘅。陳澤明強調，律師會最重要的任務是維護法治以及維持香港律師的專業水平，為市民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務，而與特區政府及其他機構合作也是重要工作之一。陳澤明同時表示，內地允許香港律師通過考試於大灣區執業，對未來香港的法律界非常重要。入行24年的陳澤明自2016年2月起加入香港律師會理事會，2018年起擔任律師會副會長，現為濟南市政協顧問，同時也是法律改革委員會成員。上周三，香港律師會舉行了周年大會，改選5名理事，專業派5名參選人陳國豪、傅家綿、黃巧芯、袁凱英、岑君毅全取所有議席，而自稱所謂開明派的3人則全數落選。有港媒稱，打着所謂開明派旗號的參選人，其實和開明2字所代表的理性精神沒有任何關係，而是徹頭徹尾的山獨派，長期與反中亂港勢力勾結。其中馬秀文被披露曾在美國媒體發表抹黑香港警隊的言論，捏造警報，煽動仇警。2019年修例風波中，他還高調與何俊仁等亂港分子一同參加所謂的法律界黑衣遊行。人民日報日前發文表示，香港律師會在香港法治中扮演重要角色，與法治同行是其本分，捍衛法治精神屬其義務。文章指出，律師會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，就不會像教協一樣轟然崩塌；擁護一國兩制方針，遵守基本法，就不會像香港大律師公會一樣走上窮途末路。香港誠新聞也表示，律師會專業派大獲全勝，得以保住香港律師會控制權，以及保住即將舉行律師會會長的選舉選情，也能保住香港律師會百年理性和專業的金字招牌，更能反映港人希望回歸理性，人心盼望務實做事。陳澤明在周二公開否認此番言論是所謂施壓，指在香港包括特首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有言論自由，若對方有道理的話會聆聽意見。他不認為林鄭月娥的言論是在批評律師會，又指律師會作為自我監管的團體有其內部規則，只會從專業角度出發。事實上，“14·5”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就有專章對港澳發展作出規劃，其中提到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，被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是為香港法律界注入強心針。就在今年4月，時任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運熙在接受深圳衛視駐港記者專訪時就表示，香港律師會內部早已在研究“14·5”規劃，除了涉及香港的部分，也非常關注國家發展大局。香港的法律從業者如果兼具香港和內地的法律經驗，可以獲得更好發展。香港將把握國家“14·5”規劃帶來的種種機遇，抓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時機。個香港律師，你既有香港本地嘅專長，亦有內地嘅執業資格，咁你令到好多跨境嘅業務咧係會做得更加暢順。我哋睇到喺14·5計劃下面，好明確地，中央係支持香港成為一個亞太區嘅國際法律服務中心，亦係一個爭議解決嘅服務中心。呢一兩點咧，
俾嚟我哋香港法律界嘅朋友呢，係有好大嘅商機嘅。與此同時，香港各界圍繞國家“十四五”規劃與香港發展的討論熱度始終不減。周二下午，由香港出版總會、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共同舉辦的“十四五”規劃與業界新機遇分享會在香港舉行。香港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張國義、香港特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、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以及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霍啟剛等人出席。國家的發展為香港的發展確實提供了大量的機遇，我們出版界也不例外。所以呢，過去看來呢，香港的出版界跟內地的出版市場基本上是兩條軌道，永遠不會交叉的，這是那個時候的看法。但是相信未來呢，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情況下，我覺得這個問題啊，是值得積極探討，為我們香港出版界尋求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。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會長、香港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表示，國家“十四五”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。中央係對香港喺文化藝術方面咧係高度信任，同埋咧係俾咗我哋一個好難得嘅機遇，係讓我哋咧去喺呢方面去發展。咁我哋應該好好把握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點樣去發揮咧？點樣講好中國故事啊？點樣係令到我哋俾到全世界都有一種良好嘅印象啊？能夠了解到我哋國家優良嘅傳統文化咁樣。咁呢個都係需要往後要繼續去做。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霍啟剛就表示，相信香港在歷史的交叉點上，未來會提供給青年人越來越多的機會。尤其是年輕一代有嗰種國家俾你參與嘅一個機遇係好緊要。年輕人要搭橋搭梯，俾平台佢哋走出去。我相信佢哋出到去外地，佢哋呢種感染力，佢哋呢種創作力係可以感染到我哋國際嘅朋友。咁啊，從中幫到我哋而家整體所謂軟實力輸出呢方面嘅嘢。相關的話題來連線特約評論員陳斌。陳燕你好，那麼香港律師會正副會長選出，您怎麼來看？那張達明為何會臨時辭職呢？香港律師會是很有歷史的專業協會，但是呢，在修例風波等事件之中，律師會對政治參與比較深，違背了專業路線。特區政府和民間呢都提出過比較嚴厲的忠告。希望他們呢不要把政治凌駕於法律專業之上。上周律師會進行部分理事改選，結果呢專業派參選團隊全取5席，而所謂的開明派呢全部落選。這呢是律師會回歸專業的一個比較好的跡象。律師會中的所謂開明派呢，實際上呢就是那些涉足政治比較深、背離專業，甚至在止暴制亂中公然抹黑警方的那些人。有的呢還有與外國干預勢力有一定的聯繫，不過呢是用開明這個詞呢來美化而已。現在呢選出了正副會長，這個會長陳澤民呢當選以後表示，要懷着最謙卑的態度迎接未來工作，帶領律師會秉持專業精神，政治中立，不偏不倚的從法律角度就社會議題發聲。這呢也是律師會撥亂反正的最新跡象。但是呢，律師會必須拿出行動，用事實而不是語言來證明他們秉持的是專業路線。法治精神呢是香港的核心價值，律師的專業至上是確保香港法治的重要部分。那麼至於說港大法學院的講師張達明突然辭職，他本人宣稱呢是因個人的私事辭職，但是呢更有可能是在搗亂，是在有意的掀起話題，表達對律師會回歸專業路線的不滿。張達明呢，實際上是一個煽獨派，也就是煽動這個港獨的人士，以操弄政治話題而出名。那麼這樣的人呢，留在律師會也不合適，所以呢，他提出辭職以後呢，馬上就生效了。好的，非常感謝陳斌先生在線來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，謝謝。
台湾自产高端疫苗开打不到1周，就已经有6个人在接种后死亡，多人出现不良反应。民众对高端疫苗副作用和安全性的担忧持续升高，多地出现缓打潮，接种爽约率不断上升。面对外界质疑，直播打高端疫苗的蔡英文竟然说不要过度政治算计，这一说法立马招致舆论痛批。而另一方面，即将抵达台湾的 BNT 疫苗遭到民众疯抢，预约登记系统更一度崩溃。据台湾联合报报道，台南一名34岁男子接种台湾自产高端疫苗后，7天内3次被送到急诊，一共出现11种症状。他无奈表示：“是要在医院待到鬼门关吗？”